这是南京的牛首山风景区，这是牛首山的佛顶宫。据说这个巨大的宫殿耗资了40亿，作为佛顶骨舍利长期供养地。佛顶骨舍利指的是释迦牟尼的头顶骨，全世界仅此一块，是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圣物。凡是到过牛首山佛顶宫的，都会被这里的东西震撼，因为实在是太宏伟壮观了。而牛首山本来就是很美的地方，南京有句俗话叫春牛首秋夕霞，就是说南京人春天最喜欢去牛首山游玩。不过这次我是秋天，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牛首山。牛首山，这几天有很多的网友建议我去南京的牛首山拍一拍。其实牛首山最美的季节是春天。羽毛峰吗？不过秋天也是有一些特别的景色的。这个是南京的牛首山啊，是在南京非常红的一个景点。今天就带着大家徒步走一走这个牛首山。这边的银杏已经掉了。牛首山是在南京的江宁区宁丹大道，以前这里有2个山头，恰似牛头双角而得名，所以也俗称牛头山。牛首山也算是我国有名的佛教圣地了，是牛头禅宗的开宗地和发祥地，历朝历代都曾在这里兴修土木，修建寺庙，可惜以前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毁掉了。现在这里被开发成了景区，很漂亮。牛首山的主要景点其实都在山顶，但是半山腰也有个佛顶寺，另外沿途也有一些古迹。为了给大家拍到更多的东西，我就徒步走一走，看看路上有什么。如果是不愿意走路爬山的，就可以直接坐景区的交通车直达山顶，因为景点基本都在山顶。其实从山脚走到山顶也不是特别远，大概1-2个小时也可以走到。这里设计了一些徒步的线路，也有一些现代的人文景观和雕塑，都展示了这里的历史。半山腰有一个佛顶寺，这个寺庙建在一个大坡地上，远远望上去规模还挺大的。据说这个寺庙的前身在唐朝的贞观时期规模非常的大，当时叫佛窟寺，北宋后被改名为弘觉寺，后来被毁掉了。这个佛顶寺是后来要建景区的时候才重新建的，是目前牛首山主要的建筑之一，占地有68亩呢。里面的建筑都比较的庞大。这个寺庙里也是不能拍照的，简单看一看外观。如果是坐景区的交通车，这个佛顶寺也有一站。现在离开佛顶寺，从右面的山路往上爬，沿途有很多现代雕像，这里面都是以前牛头山的一些禅师的雕像。行走在这里，感觉心灵都能得到净化。途中有一个岳飞骑马的雕像，这是当年岳飞大战牛首山，旁边是岳飞抗金固垒，有一些石块垒成的，长约2000多米。继续往前，还可以看到摩崖石刻的遗址，这是明代的摩崖石刻，三面的岩石上有好几个石窟和塑像，这3面还不止，感觉有些石窟是重新制作复制的吧。再往上爬一会儿，就来到了禅境，这里是牛头禅院，这也都是后来修建的，应该是在原来的弘觉寺的遗址上建造的。里面有一座塔，不过这个塔不是牛首山里面最大的塔，最大的塔叫佛顶塔，要从这个文化园往前走，前面看到的就是佛顶塔了。佛顶塔也是佛顶圣境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个塔的建筑高度有88米，面积有5000多平米，9级4面，是一座唐代风格的建筑。这个塔非常的壮观，
可以爬上去。现在进去看一看，每一层都有内外的环廊，有很多的壁画，上面都是一些传说、故事等。每层塔都有观景台，外面可以走一圈，四周的风景尽收眼底。左边这个就是佛顶宫，牛首山最庞大的建筑。这是牛头禅院，里面的这个塔也很漂亮。从佛顶塔走下来，前面这个就是佛顶宫，耗资40亿的一个巨大建筑。看了介绍才知道，这个佛顶宫属于深坑建筑，建在一个大坑里，以前是个矿坑。可以看到2个穹顶，一个大穹顶，一个小穹顶。现在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先进入佛顶宫，到内部去参观一下。左侧看到的是佛顶塔，这个佛顶宫非常的大，整个长度有200多米。绕着这个佛顶宫可以走一圈，很多角度拍照都非常的美。网红打卡点佛顶宫、佛顶塔，这个上面网状的就是大穹顶，左边这个佛顶宫的顶是小穹顶，旁边还有一个佛顶摩崖，非常巨大的摩崖雕刻。今天还是非常冷的，而且有风，现在拍照没有倒影，而且天也不是很蓝，这些角度都是拍网红打卡照片的地方。现在开始去参观内部了，沿着这些精美的环廊，我们先去1层参观。1层是一个巨大的大厅，这个地方叫禅境大观。大厅的顶部看上去像是一个椭圆的形状，南北长有112米，东西宽是62米，内部的净高是40多米，总面积是6000多平米，以黄、蓝、白、灰为主调。大厅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卧佛，看看头上的穹顶，非常壮观。禅境大观南北2侧有2株树，一个是菩提树，一个是无忧树。中间的卧佛有个转盘在慢慢的旋转。从禅境大观出来，我们前往佛顶宫。佛顶宫是另一个入口，其实是个地宫。进入地宫都要带上鞋套，因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价值连城，包括地板。这个佛顶宫的地宫一共有地下6层。整个佛顶宫不仅是珍藏佛祖顶骨舍利，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建筑雕塑，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进入地宫。现在进入了佛顶宫的内部，真的是金碧辉煌、恢宏、奢华，无法用语言表达。这已经不是一座佛教寺院，完全是一座文艺宫殿，希望能够流传百世，流传万代。抬头看一看整个佛顶宫，真的是让人震撼，任何细节都经得住推敲。这是耗资了40亿的一座宫殿。这个宫殿一共有地下6层，我们现在是地下5层。
看上面那些雕塑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美。以前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旅行，看到很多寺庙都让人惊叹，而这个南京的佛顶宫简直是超乎了想象。围着佛顶宫转一转，这里面供奉的就应该是佛顶骨舍利吧。每一个都很精美。其实整个地宫里的所有建筑、壁画、雕刻都非常的精美。这是地宫外围的环廊，也可以叫它万佛廊，都是非常精美的佛像雕刻。无论是地面、墙壁、门窗，都是非常奢华精美。现在来到了地下4层，每一层都有很多可以参观的地方。这里面还开放了很多像阳台的地方，可以走到阳台看一看中间的地宫大厅。从这一层看到的角度又有一些不同，还可以看到一些墙壁上的细节。说真的，这个佛顶宫真的是让人震撼。虽然这里的门票不便宜，150元左右，但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几乎每个雕刻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地宫里面还可以吃素食，我们走了大半天确实饿了。这里有素食的自助餐，还真的不错，68元。另外，这里1楼的禅境大观里面每天有2场演出，我们赶去下午那一场演出。这是从外面看到的地宫的小穹顶，旁边是大穹顶。这些都是精美的石材和现代工艺制成的，非常的精美。下午的演出已经开始了。中间的舞台非常的绚丽，都围着这个舞台的4周观看。表演结束后，这个中间的睡佛又缓缓升起。看完表演，从佛顶宫出来，感觉天气变得通透起来。我们在这里开始拍照。很多年轻人来佛顶宫都是来拍照的，因为这里随便一拍就是网红照片。现在风小了一点，可以拍出一些倒影了。看这个角度拍照多美！可惜佛顶宫是不能够飞无人机的。这次来牛首山还碰到了很多老朋友，
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尽情的拍照。欢聚在金陵流水山。你是粉丝家庭啊？哦，特地来见老刘。我是 Mindy， 我特别高兴见到老刘。大家好，我是蓉蓉，我们都是老刘的粉丝，你们不要太羡慕我们。说起南京的夜景，很多人想到的是夫子庙。其实现在南京最美的夜景在这里，这里是金陵小城。金陵小城位于牛首山下，这里可以说是古风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每个角落都是满满的风韵，穿过仙雾缭绕的桃溪小径，1秒就可以穿越回浩渺唯美的风雅金陵。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走在小城之中，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六朝美韵。这里每天都上演着很多场精彩的演出，今天就跟着我欣赏一下金陵小城的夜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金陵小城，这是近几年新开发的一个景区，它位于牛首山下。景区的门票是50元，据说这里的夜景比白天会更漂亮一些。所以你可以先去玩牛首山，回来的时候可以路过这个金陵小城，到里面看一看夜景。景区的设计包括一街一水一禅一堂一馆2湖，通过行走中的场景变化，可以追忆金陵盛景。尤其现在是秋天，还可以欣赏到夜风，非常漂亮。一定要在5点左右来到这里，这时候天空的蓝调颜色非常漂亮，而且灯光已经完全亮起了，简直是人间天堂。这是景区里的主体建筑文心馆。一会儿这里有大型的表演，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演出。趁着现在光线正好，我们往高处走一走。这是小城里的临曲巷，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特色的风雅生活主题街。这条街道将风雅艺术美学融入到了起居饮食和生活途径里。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身着古装的人，还有小吃街，可以在这里吃饭。临曲巷里面的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每个细节都装饰得很美。一直沿着街道的小巷，可以走到这里的最高的建筑。最高的建筑就是这个凌霄台，六朝风流都最爱登高赋诗，在山水之间感受大地大美带来的精神洗礼和心灵升华。金陵小城每天都不停地上演着特色演绎，带着大家看几场演出。这个是文心馆前面的演出。这个演出的主题叫天下文书。这个文心馆非常的大气，每个节目的表演时间并不长，5分钟左右，然后移步换景看下一个演出。现在走上台阶，进入文心馆的2楼。2楼的大厅也有一个别有特色的演出，叫千里人风。
这个是由很多大的羽毛扇组成的道具。古代很多的文人雅士都习惯手拿一个羽毛扇，都成了文人的重要标志了。拿着羽毛扇清风摇曳，也表现出雅士们的精神向往。看完2楼的演出，在负1层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演出，是一个4D 的投影。我有点晕。这个4D 的影片非常精彩，一定不能错过。名字叫《天空之镜》，展现的就是我们这个金陵小城的四季，非常的炫目。因为这是个4D 的影片，整个人真像是穿越到了这个古代，站着还有点晕的感觉。实际在里面看到的影片比拍出来的要漂亮很多。这以后这个穿古装进来免票，也挺有特点的。金陵小城的春夏秋冬，如果来到这里看到的实景也真的是差不多这么美。这个文行馆里还有很多特色的互动的节目，很受小朋友的喜欢，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看完文心馆的演出，继续前往下一站的演出。演出在临曲巷里面的解音台，这几个演出基本都是一场连一场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惊艳，是通过光影的变化来展现的。这个演出的名字好像叫《云之真言》。这个建筑也非常的美。开始以为建筑窗户后面的都是投影，没想到最后推开窗的都是真人，那个瞬间真的太美了。解音台的表演结束后，下一个演出在凌霄台下。这个表演非常的美，灯光打出来的凌霄台也非常的壮观。表演的名字叫琴笛引梅，左右2个平台上各有一个演员。5分多钟的表演结束后，继续往前，前往下一个演出场地。看这里多漂亮！顺着长廊走，前面到达了绿小园。这里有一片宽阔的湖面，可以远望凌霄台。这里山池楼影，充满了江南园林的精致之美。一艘小船驶过来，船上好像在表演《长相知》。远处岸边的灯光打得非常美，一会儿蓝色，
一会儿绿色，一会儿粉色，一会儿红色。游客们就在岸边欣赏，湖中的小船在水的倒映下，有一种唯美深情的氛围。几个表演可以说全方位地展示了南京千年文化底蕴和金陵风雅的美学。演出结束，围着这个绿小园沿着湖边走一走。这里晚上真的是太漂亮了，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觉得这里是南京夜色最美的地方。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岸早谢花落，每句香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联络，都有你，像一片爱让我停泊。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什么结果。我想要成为你，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我是由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来过，泪笑都是我的，你我穿越过生命之河。这是航拍的南京园博园。这次在南京赏秋，也听取了很多网友的建议和要求。比如今天制作的这个南京园博园，就是听了几个网友的建议，说那里的秋色还不错。这个视频实际拍摄于11月底了，搁置了很久也没有编辑出来。主要是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不好，也没有逛完整个园博园，只去了很小的一部分，怕这个视频做出来不能够体现园博园的完整性。其实我现在正在日本的京都赏秋，不过南京还有好几个视频没有给大家播出来。想了想，还是把南京的所有视频发出来，再编辑日本的赏秋视频。所以今天还是先跟着我去看一看南京园博园的秋色。在南京赏秋的时候，恰巧以前一起旅游的几个老朋友也过来了，正好他们今天去南京的园博园，我也一起跟着去了。其实园博园不是在自己的赏秋计划之内的，但也看到过几个网友的留言，说园博园的秋色还不错，加上他们几个朋友要过来，所以干脆来这里拍一拍。园博园的门票不便宜，100多呢，而且这里的缆车、小火车都是单独收费的。看了一下景区的地图，现在有3大景区，一个是时光驿谷，一个是苏运会谷，还有一个是云池梦谷。可能现在是淡季了，景区里感觉都没有游客，就我们几个人。因为主要是想看这里的秋色，所以我们去这里的苏运会谷，也俗称13园。这里复原了13个城市的历史名园，主要是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淮安、扬州和泰州7个城市。
据说这个园博园景区以前是个工业矿坑，现在被打造成了这样一个旅游景区。不过说实话，门票有点贵，因为北京也有一个园博园，规模比这个还大，但是票价非常便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好像是常州园，在路边看上去园区设计的还不错，现在已经秋风瑟瑟了，但仍然有不少的红叶和彩林。把天空用这些东西挡一挡就好看。里面还有几个奢华的酒店，估计以前这里举办过什么大型会议吧。这个13园里面规模和景区规划比较好的是南京、苏州和无锡。我们主要先逛一逛这3个园区。现在来到的是苏州园区，这里挨着。这3个园区也挨着。先来欣赏一下苏州园林。照例都是假山石后有美景。这里面复制了好几个苏州园林的典型建筑，看看你能认出几个来。同行的伙伴这次也义务当起了摄影师，帮我拍背影。这边还挺漂亮的，是最大的应该南京园。远处看到的是沧浪亭。谁也猜不透那扇古老的这个苏州园林面积还不小呢，里面复制了很多的苏州著名建筑。远处看到的是南京园的高塔，这是羊脂亭。这是园区内的环廊。现在去旁边的南京园看一看。南京园的位置也是最高的，规模也应该最大了。这里面有好几组高大的建筑，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园林设计还是非常用心的。这什么塔呀？这是复制了一个景阳楼，高大。果然这个南京园做得非常的宏大。园区里最主要的建筑是一个复制的景阳楼。明显感到现在刮起了比较大的风。这里面有很多漂亮的红枫，非常的提亮颜色。
离开南京园，我们又到了旁边的无锡园。这3个园区也是景区里面规模相对大、设计比较规范的3个园林。只可惜这么大的园林没有几个游客，除了季节的元素，我想票价比较高也是原因之一吧。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园博园也是耗费了巨资，只是这么大的园林没有几个游客，实在是太可惜了。其实今天看到的园林秋色还是挺好看的。看这个无锡园，亭台楼阁，斑驳的秋色，红枫、绿植、水塘，美得像画一样。尤其是这里的红枫非常的艳丽。这次和几个朋友聚会聊天，他们过几天打算去日本赏枫。正好我前一阵办的日本签证也下来了，所以干脆约好一起去。所以这几天我都在日本京都赏秋。有意思的是，这几天在京都，我恍然总是觉得自己还在南京。因为2个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赏秋都有特别多的景点。其实如果那天在园博园天气不变天不刮大风，还准备去时光驿谷和那个水下植物园看一看。所以最终我们只在南京园博园里面的13园逛了几个园林。像这边还有很多大景点，可惜都没有去。如果哪些网友去过南京的园博园，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最后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南京园博园的13园。来南京当然要去一次玄武湖了。这个视频是我刚到南京第2天就匆匆去了一次玄武湖，但是游人太多了。本打算再找一个人少的早晨再去一次玄武湖，好好的拍一拍，然后飞一个无人机，但后来时间紧张，就再没有去了。正赶上了玄武湖秋天的银杏节，在银杏大道上走了一下。当天在外围也找了个地方飞了下无人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人机差点失控飞不回来，所以只是简单的拍了一下。这次来南京其实主要是来拍南京的秋色，不过有些地方顺路的话也会拍一下。今天路过一个和平公园，像是一个街心的花园，非常漂亮。这街心公园也没什么人，有人在这里跳舞。看了下地图，旁边就是鸡鸣寺，干脆去那里看一看，看看南京的街道多美啊！
2分钟就来到了鸡鸣寺。买张票10块钱。鸡鸣寺也叫古鸡鸣寺，这个寺庙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皇家寺庙之一。这里的香火一直非常的旺盛，自古就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0寺之首的美誉。历史上鸡鸣寺也有很多其他的称谓，到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建了这个寺院，扩大了规模，并且御题鸡鸣寺。可惜现在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大佛塔正在维修重建，让现在的鸡鸣寺失去了很多的光彩。因为鸡鸣寺里最上相的就是这个药师大佛塔。本来我都想好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拍这个大佛塔的。记得1990几年，新《白娘子传奇》剧组曾经来这个南京鸡鸣寺拍摄，这个鸡鸣寺也因此声名大噪，成为了求姻缘的最佳场所。现在这里人气也非常的火爆，各种文创产品，包括这种素食的餐厅，人都非常的多，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到这里拍照的网红打卡地。简单在鸡鸣寺里转了一圈，感觉没什么可拍摄的，准备离开。寺庙的顶上看到远处有个明城墙，上面可以上去，于是打算去城墙上看一看。南京的明长城其实还挺有名的，据称这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最长、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环。进去看一眼吧，20门票。上城墙需要门票20元。这个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历时达28年才完工。整个城墙长达35公里，现在仍完整保存了25公里左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墙。从城墙看到的鸡鸣寺，现在站的位置是解放门。城墙的另一边就可以看到玄武湖了。解放门两边的城墙正在修缮，这是清朝的大炮。这段城墙上有很多的大炮。这边就是玄武湖了。玄武湖还是非常大的，要逛一圈下来需要大半天时间吧。这应该是南京最高的建筑。远处好像是南京的紫峰大厦，最高建筑了吧。明长城开放的这一段距离还挺长的，从解放门上来一直往北，右侧都是玄武湖，也算是可以登高遥望玄武湖。远处应该是紫金山，从这个角度望去，好像玄武湖的树没有那么多彩，但看到很多人在空中俯拍，非常的漂亮。城墙上有非常多的蚊子，一边有垛口，面对湖这边是有垛口。明城墙的砖都很有讲究，每一块都是经过严格监制的，可见以前的质量控制的多好。这一段可以看到很多的银杏树。城墙上大部分的地方景观都比较乏味，这一段还比较漂亮。不过这一段的树木比较偏绿，变色的树种不是特别多。这段城墙还蛮长的，大约走了1-2公里，前面这个到达的应该是玄武门吧。
这应该是玄武门上面的城楼吧？不是，走到鸡鸣。走了一段这个城墙，准备从这里下去了。下来就是玄武门，从这里进去就是玄武湖了。进来看一眼玄武湖公园。其实今天没打算游览玄武湖公园，本想着再找一个早晨过来好好的拍一拍，因为这个时间玄武湖的游客太多了。不过看到今天天气特别好，而且公园里现在还有银杏节，干脆就过去看看。这个玄武湖可以说知名度非常的大，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被誉为金陵明珠。看，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红枫，硕大的树冠，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公园里也有梧桐大道，现在还有菊花展，树底下都是菊花。公园里的面积非常大，也被五大洲分为了3大块。这五大洲有环洲、英洲、灵洲、凉洲和翠洲。玄武湖的人文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6朝时就成为皇帝训练水师的场所，并被批为皇家园林。我们现在过桥，从环洲来到了凉州。公园里现在有银杏节，这里有个银杏大道，到银杏大道上走一走。我这个视频拍摄于11月底，当时的银杏还非常的漂亮。其实当时本想着找一天清晨来这里飞一下无人机的，肯定会非常漂亮。这是被银杏林包围的五洲村揽胜楼，真的太美了。这边拍照的人非常多。这里是南京眼步行桥，也俗称南京眼，是南京建邺区一座连接江心洲与河西的桥梁。据说这是长江上首座观光步行桥，兼具了交通和景观的特点。这个桥的总长有827米，
这个桥的造型非常漂亮，尤其是夜景看上去特别美。南京眼步行桥北起江心洲的青奥森林公园，南至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这个地方也是几个网友向我提起过的，说在这里拍日落和夜景非常的漂亮。今天就来到这里看一看这里的夜景。这边都是高楼。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很多地方没有去过。这里是南京建邺区的，感觉像是个 CBD， 开发了很多新的大楼。这些大楼都应该是当时举办青奥会时候建的吧。相比市中心的旅游商业区，这里安静了很多。今天准备来这里拍一拍南京眼，不过现在日落的时间太早了，估计赶不上拍日落了。家住南京的一位老朋友知道我要来南京眼拍摄，不由分说便在这里帮我订了一间酒店。其实我之前在市区都是连住的酒店，所以订这个房子是有些浪费的。不过朋友实在是太热情了，这个酒店也退不了了。前面看到的这个就是南京的地标建筑双子塔了。这个双塔的高度分别为314米和250米。我是坐地铁，然后骑了辆自行车过来的。这个双子塔的两个建筑也是两个高档酒店。据说这里有不少值得打卡的地方，不过都没有时间。朋友帮我订的就是这个双子塔里面的一个酒店，还特意给我订了一个江景房，直接可以看到南京眼。办好入住，感觉太阳已经下山了。这个观景房肯定不便宜了，看这边的卫生间超级大。我天哪，这边这卫生间也太大了。下面这个就是南京眼步行桥，抓紧时间过去拍一拍。这个双子座的外形确实很漂亮。旁边就是南京眼步行桥，现在走过去。满地的银杏树的叶子。这个桥是一个步行桥，全长800多米。既可以当做交通桥，也可以作为景观桥。这是南京眼，有一个步行桥，可以走一走。走到桥上，太阳已经落山了。很多人会在这里拍日落，不过我感觉拍日落应该在桥下拍会更漂亮，把日落和这个南京眼拍在一起。可能这里交通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来这里散步的游客并不多。太阳落山了，看左边，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很像是现代的一个非常大的石拱桥，契合了小桥流水人家的中国古典诗意。整个大桥还是比较简洁飘逸的。看远处这一片高楼非常现代。在桥上走一走，拍拍照。很快天色暗下来了，这个桥的钢索非常漂亮，像鱼一般的振翅向上。这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景观还是很大不同的。南京眼变换着不同颜色的灯光。
这个钢索也很像竖琴的琴弦。看到这里有人飞无人机，我也简单飞了一下。其实我不太敢在黑天飞无人机的，不过这里晚上还挺漂亮的，光线又比较亮，所以简单飞了一下。不过这样看已经很漂亮了。拍完了南京眼，朋友还在这里的观景餐厅请我吃了一顿高档的餐。这是什么？上面提鲜的。猜一猜这顿饭多少钱？甜点。高档餐厅味道是不一样。红高兴。吃完晚饭直接回房间休息了。很奇怪啊，这有一个超级大的浴室，而且这浴室是观景的，这个戏比卧室都大。好多人。这里的早餐也不错。我去。早餐。说起在南京的小吃和夜市，一定要去逛一逛老门东。这个就是老门东的牌坊，很多人可能会念成老东门，因为这里地处南京京城南门以东，所以称门东，和老门西相对。这个老门东和夫子庙离得比较近，其实也算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以前这里都是南京传统民居的聚集地，自古就是江南商贾云集、人文荟萃、世家大族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打造成了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尤其是晚上，小吃夜市非常的热闹。这里像是一个小镇子一样，感觉四四方方的，有很多街巷胡同。除了美食小吃餐馆，这里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包括一些手工制作风筝、布画、竹刻、剪纸、提线木等等民俗工艺的小店。所以如果在南京你去过了夫子庙，不妨找一个晚上来这里逛一逛。这里晚上确实漂亮，很多人喜欢穿个古装来这里拍照。
看看这一家挨着一家的小店儿，多热闹。这里还有德云社呢，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演出。写着没票，不知道是不是卖光了，还是取消了演出。这条主街上卖小吃的并不多，去找一找卖小吃的街道。这还有星巴克呢，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其实这种地方不来吃饭，逛一逛也挺好的。看着傍晚的天，多蓝。很多穿古装的小美女。前面这条街就是美食街了。这条街上还真有不少的南京小吃，有汤包、徐家鸭子、什么糖藕粥、豆腐脑。前面这是咸亨臭豆腐。小吃街头顶布置的也灯火通明的。和夫子庙不一样，这里的小吃店更小一点，很多地方都没法坐着吃饭。毕竟深秋天气挺凉的，还是坐屋里吃饭比较舒服。看这家门口排起了队，好像是炸排骨。想了想，还是想找一家店铺坐屋里吃。逛着逛着，又回到了夫子庙这一边。夫子庙这边餐馆也更多一些。这夫子庙这边有好多非常大的，算是小吃胡同。看这个胡同里多漂亮。有些门脸看着不大，进去却别有洞天。看着里面的大厅，感觉像是来逛灯会了。不得不说，这夫子庙这边打造的真的是越来越大气。不知不觉又走回了酒店这边，准备去酒店旁边吃这个南京大排档。看我领这个号，大概要排1-2个小时。回酒店休息了1个多小时，下楼正好赶上号。看人家这生意真火。点了4个小菜，70多。那这盘菜20多才，一盘盐水鸭，小份的26，美龄猪，猪好像才10几吧。这个粥非常好喝啊。像这种环境又好，味道又好，价格又算便宜的，真的非常好。素食景，很爽口。可以刷菜了。我这准备以后就拿这个南京大排档当食堂了。唯一的不好就是要排大队。他这边过了号呢，不是重排，过了号的话会让你加个塞儿，让你隔3个人就可以，所以这还是非常人性化的。所以来这家吃饭一定要提前取个号，出去逛一逛再回来。真棒！
他这家店我觉得好处就是说，你即使一个人来点菜也非常方便，有小份儿的，然后一大堆人来也特别好，因为他这个菜品又丰富，所以可以换着花样的过来吃。而且这家店每天晚上还有演出，尤其是评弹演出，非常受欢迎。这是我点的晚餐，一共70多，4个菜，这是他的网友推荐的，这4菜加起来70多。我突然想，好像上次我点的外卖就有这个吧，非常好吃。这个来南京，如果没来这个南京大排档吃一顿哈，我觉得算是白来了，强烈推荐。我觉得南京大排档给南京的美食加分不少，物美价廉。